好，下面这一节呢，我们称为至少第一个主题是所谓的连锁法则。那这个连锁法则在中文里面，这个连锁有很多种写法啊，联合的联啊，或者然后那英文叫 chain rule， 因为这个会很常听到。所以记得也没什么不好。chain 就是那个链子，连锁，赤壁之战的时候，那个船全部连锁在一起，那个连锁这样子 ，OK。那它主要要处理的是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假设你有一个合成函数，那它的微分应该怎么办？那因为它太重要，所以我们独立成一个位置来处理它。那我们要证明的是这个函数的微分，我们要证明这个式子。这式子你如果有一点搞不清楚它的意思你可以先想成这样，但是我其实不是很鼓励你这样，因为我们终究还是要很习惯这个写法，就是你先想你有两个函数，一个是 g(x) 一个是 y 等于 f(x)， 然后你去定义 f(x) 呢，大 f(x) 等于 f(g)(x)， 所以得到一个新的函数。那这个新的函数呢，它有它的导函数。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要算这个大 F 这个函数的导函数的公式到底是什么？那答案就是这个要等于 f(g)(x) 乘以 g'(x)。这样子，其实这完全一样的意思。那我建议你记得上面这个式子，那下面这个只是说你一时搞不太清楚上面在写什么的时候，你记得你就要算的是这件事。那另外一个经常你会有点疑惑的地方是这个式子，这个式子，这个式子不是不是。这样子，你想说，这个已经写在这里了，这两不是一样吗？所以当然不是那我现在这样写的时候，你当然觉得当然不是。等到你自己记的时候，你就会混淆这个式子的意思是合成函数，什么合成函数？是 f'， 就是 f' 这个导函数跟 g(x) 的合成函数，是把 g(x) 带入那个导函数里面去而不是说它先合成以后，然后去做导函数的意思不要搞混，所以这个要注意。那因为我要先教你怎么记这个法则，所以我现在再写下一个。假设你有3重的合成函数就是你有3个函数，然后你把它合成 h 带到 g 的变数里面去，然后这个结果再把它带到 f 的变数里面去那你不要说你从来没看过，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很多。OK， 那这个微分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计算这个。这个计算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式子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用数学归纳法去得到，如果你有 n 个函数做合成函数它的公式，但是我不想去导它，我想我再写一个式，你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这个结果是这样。这个式子。那其实我在讲义里面，在等一下讲某个例子的时候有解释这个，至少我有解释这个怎么来的但是我先提一下这个式子。那你注意到它中间的关系，那这个其实也不是真的很难记你只要记得这个基本上跟剥洋葱差不多。我举例什么叫剥洋葱
洋葱，好，最外层，你注意到合成函数有外层跟内层，最外层是 F， 往里面包是 G， 往里面包是 H。你现在做这个导函数，就是要把它全部拨开的意思。好，那你在拨这个的过程里面呢，它是这样：第一个，你先把最外面那一层拨开。当你把最外层拨开的时候，里面呢，它其实是好的，是 G 跟 H， 但是 F 已经被拨开了。好，最外层呢 F 先拨开，然后呢 F 拨开之后，你把里面那个拿出来，再把它拨开，好 G prime， 然后里面那个小小的还在，然后最后面呢是 H 也拨开，这样子，好，照我意思，先拨外层。这个外层一拨开之后，里面的东西还在，所以你要写进去。外面先拨，里面的还是要写。然后接下来该下一层，下一层拨开的时候是 G 那层拨开，但是 H 还留在里面。到最后把最里面那个拿出来再拨开，然后把它撑起来。OK， 你大致上可以这样记。好，那这样子的话呢，这好像上生物学，好吧？你如果这样记的话，即使你有100个合成函数，你也不怕，反正你就是一直拨，哦，当苦工一直拨洋葱就对了。但是原则上是这样子，好吧？但是我先解释一下这个，这公式为什么？好，我证明一下。那这证明其实有一点点不对。大致上是对的，好，所以我先写一下。那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复杂一点，好，所以我要用一个比较谨慎的方式来写，所以我就不用 x 来写，所以我还是很小心的，先写成这样。假设我有 f(x) 等于 f(g)(x)， 好，我现在想要计算 f' a， 好，然后我看看我要怎么去写它。我现在这个写法就是我刚刚说。我要这个写法。那我刚刚是说你记的时候，哦，你不要一直都记得这个东西，你还是直接记这个比较简单。但是你在写证明的时候，我怕你搞混，哦，尤其是这个地方搞混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要用最保守的方式来写。所以呢，第一个，我把这个合成函数记成大 f(x)， 然后呢，我现在是要在某一个 a 点算大 f 的这个函数的导数，好，我要做这件事。那因此呢，这个极限是写成好，先这样，这是第一层，这有没有问题？这是定义，当然没有问题。好，下面一个，我把它写清楚，啊，依照定义写出来。好，这样子。但是你没有任何关于这个的公式啊，哦，因为这就是你现在目前你试图想要弄出来的公式，所以当然不会有个公式直接带进来是对的。所以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类似上次我们处理莱米兹法则的时候的做法。上次的莱米兹法则两个相乘，那时候我们的做法是什么？我们是加一项减一项，还记得吗？我们从零中间变出东西出来，加一项减一项，结果你可以弄出那个公式。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要做类似的事情，不过不是加一项减一项。好，我们现在要乘一项除一项，那答案还是1。好，加一项减一项，答案是0。但是现在是要乘一项除一项，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写给你看。那这个基本的想法是，要把它分开成这样写，好，这就是我所谓的乘一项除一项的意思。我要这边除一项，这边乘上一项，使得这两个完全没有变，乘起来是1这样子，所以换句话是同一项。那后面这个地方呢，我想写一个熟的，哦，就是你已经知道你要做的东西，写成这一项，所以呢，下面这边当然就要补这一项。好，写成这样子。
那这个写法至少右边这一项，在你取极限的时候，就是这个尾巴这一项，就是这一项。好，至少就尾巴来讲是这样子。好，现在麻烦是前面这一项看起来是有点复杂。那前面这个呢，我们其实做一个简单的事情，我令 k 等于，我这样写，令 GA 加上 H。GA 加 K， 好 ，H 反正是一个很小的数，然后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指的是 A 旁边的数带到 G 这个函数里面去，减掉 GA 的值，好，然后呢，因为 G 是连续函数，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因为 G 微分存在，所以它是连续函数，所以呢，这个我现在把它写成这个式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说。H 趋近于0的时候 ，K 也会趋近于0。好，因为它是连续函数。这个就是说我把 A 附近的数印过去以后，那因为它是连续函数，所以 A 附近的数会印到 GA 的附近。那我把它写成 K，A 的附近我写成 A 加 H，GA 的附近我写成 GA 加 K。那既然都是在附近，所以当 H 越来越小的时候 ，K 会跟着越来越小，这样子。所以呢，我有下面这个式子。那有了这个式子的好处是我现在可以重写。哦，上面这个式子我现在可以重写。这个 H 趋近于0，我现在可以改写成 K 趋近于0。然后呢 ，GA 加上 H 减掉 GA， 依照这个写法就是 K。还有这个式子 F，GA 加上 H 就是 GA 加 K， 所以就是 GA。加上 K 减掉 F，GA，OK， 变成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式子哈，就是这个式子，然后再乘上。好，写成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刚刚讲乘一项除以项的结果。好。就是在这边，这是完全清楚的，只是说这边比较乱。那我现在利用这个式子呢，重新去整理第一项，整理完以后，现在变成这样子。整理成这样之后，突然之间出现2个导函数的样子了。哦，这个是本来就有，没想到这个也变成导函数的样子，哦，极限的样子，导数的样子。那把它写下来，它就变成后面这个比较简单，这个就是 G'(A)。前面这样是什么？前面这样指的就是 f 这个函数在 GA 这一点。哦，它加 k 减掉它，然后除以 k， 所以这是在 GA 那点的导函数，导数的意思。所以就是 f'， 它是导数在哪一点呢？在 GA。好，这个式子。因此我就得到 f 跟 g 的合成函数。你现在呢，在 A 这一点取导数的时候，它的公式就是像这个式子。然后呢，因为 A 其实是任何的数都可以。所以我重新把它写成变数 x 的样子，那我就得到最左边这个公式，这 ，OK。这个证明啊，这证明其实不完全对，哦，但是我有点怀疑，你看得出来它哪里不对？所以你们可以去想一下，我现在也不讲它哪里不对，因为这个不对其实不是太重要，哦，真的不是太重要，对我们所学的函数来讲。但是你如果真的很好奇，你可以稍微想一下。那这个证明本身，我觉得是算是非常清楚的。Okay. 而且这个证明呢，让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第二个想法，关于这个连锁法则的第二个常用的公式的写法啊。这个公式的写法是用莱米兹符号。那你记得所谓莱米兹符号是说，你用 dy/dx 去表示 y'(x)。这样。
那这个地方呢，当你要这样写的时候，关于合成函数本来就有2种写法，好，那通常你们都不会搞混，因为它各有各自还蛮有道理的地方。我在莱米兹符号这边，我开始写成这样。合成函数就是有一个函数先做了，然后再做，好，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开头我写成 x， 这边写成 y， 这写成 z。也就是说呢，好，这个意思就是 y 等于 yx， 这句话的意思是 z 等于 zy。然后当你做合成函数的时候，就是把 yx 带到 y 里面去，所以你得到合成函数 zx 等于 zy。x， 好，就是合成就是从这边到这里，这个函数呢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个。那这通常在数学上有一个造成混淆的地方，好，就一方面你写 z， 又写 z， 你会觉得这2个是不是同一个式子？好，那你现在要记得，在这个地方变数很重要，好，当我写这边的时候，指的是这个小的函数 ，z 是 y 的函数，我写成这个指的是这个长的合成函数，好，因为你把它写成不同的名字啊，有时候也造成困扰。那数学里面有时候必须要让步，好，就是说这个符号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暂时这样，你只要心里面清楚就好。OK， 如果这样写的话，那关于这个连锁法则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式子，你看一下这个式子。这个式子其实不见得一开头要写在极限里面，好，就是说。针对这个式子，我可以写 delta y 除以 delta z 和 delta x， 这个式子指的就是这个式子，就是这个式子，就是你一个微小的 x 上的变化，造成你对应过去以后的那个函数值上的变化，那就是我前面讲的。你现在因为 x 造成 y 的变化，然后这个变化率你写成 delta y 除以 delta x， 哦。那它不是瞬间的，它就是因为这个 delta x 有个小小的差，然后大致上这个跟极值跟那个导数很像，差不多哦。然后呢 ，delta y 的变化又造成现在是这边有一个微小的变化，又造成 z 的变化。那我把那个部分我把它写下来，写成这样子。好，那这个式子其实就是我刚刚写在这边的这个式子。好，在我还没取极限之前。其实就这个式子，因为你现在在那个 y 的位置，你因为有一个小小的变化，这个 k 就是 delta y， 你因为一个小小的变化呢，造成下面那个就是 z 那个函数呢有一个微小的变化，我写成这样子。那这2个相乘从小学数学你知道它等于这个式子，这就是小学数学的式子。因为在这个地方不是微积分这个地方。真的不是微积分，这地方只是讲我 delta x 变化造成 delta y 的变化 ，delta y 造成 delta z 的变化，然后我把它乘在一起就得到这个式，所以这个完全是分数相乘，好，在这个位置完全是分数相乘。那这个式子完全可以解释成，你现在想想看，你 delta x 的变化造成 delta y 的变化 ，delta y 的变化造成 delta z 的变化，所以它把它合在一起，其实意思就是 delta x 的变化造成 delta z 的变化。就从这边连过来，你因为这个变化，你可以把这个想成就是一个黑箱，你看到这边有个变化，然后这边有个变化，所以你把它写成 delta z 除以 delta x， 然后你把箱子打开以后，你发现原来它中间的那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这边一个小小的变化造成 y 小小的变化，这边 y 呢变化又造成 z 的变化，它其实是这个意思，所以你把那整个式子把它写下来，就得到这个式，这样子，那。在这个式子的这个目前的写法里面跟极限无关，它只是谈你造成微小变化的时候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只是这样写而已。好，那下一步，所以你让这个 delta x 趋近于0，你让它趋近于0。那这个 delta 趋近于0呢，就是完完全全等同我这边的式子，因为我刚刚就写，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 delta y 除以 delta x， 这边就是 delta y 分之 delta z， 所以呢，这个极限写完，依照我们前面的定义，这个等于 dz dy 乘上 dy dx。
然后这个式子依照定义就是 dz dx， 这个式子就是这个式子。好，完全一样，它完全一样，是讲同一件事情。OK， 但是这个式子显然比这个式子容易记。哦，这里面有个陷阱哦，小心哦，因为这个式子看起来就像小学学的分数，哦，这个 dy 就消掉，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式子。那这个是这个式子容易记的地方，哦，而且这个式子本身也代表它中间的运作是怎么回事。好，我为什么我的 dx 会造成 z 的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来自这个式子。好，那这原因是因为这个式子本身呢，它保存了刚刚我们之所以知道变化怎么来的这个式子的原因。OK， 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好处，是你了解中间发生什么事。好，但是这个是有个缺点，这个缺点是这样。这缺点跟我上次讲，当你写蓝鱼之符号的时候，你很少去记中间你到底要带入什么，所以这个东西，这个部分在你初学的时候你会忘掉。哦，就当我只是写成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错误。好，那这个要小心，这个等到我们接近期中考的时候我们再谈。OK， 那目前我就先解释说，好，我们现在有2个连锁法则的记法。好，先把它记下来。好，那前面是说明，那下面我要举例子。好，赶快来看一下。好，这2个函数的微分。这函数不一样，好，我已经提醒过了。如果要很严格的写，写成这样。所以第一个是在数学的这种算式里面，你要能分辨什么是先，什么是后。那这个很重要啊。在目前这个例子，因为它只有2个函数是比较简单，我们等一下会举一个稍微复杂一点。好，那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先后问题。这个地方假设我们假设 f(x) 等于 sin(x)，gx 等于 x 平方，那上面这个式子呢是 f(x)， 好，其实是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式子是，好，就合成函数的顺序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这2个是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办法，在读这些式子的时候，好，你有办法把它读出来。那其实也不是太难，因为通常就是你要先做的那个就是在里面的。这个地方你要先算 sin(x) 才能算平方，所以 sin(x) 在里面。这个地方你要先算 x 平方才能算 sin， 所以 x 平方在里面。好，是这样子。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个微分依照刚刚的式子，它等于 g' f(x) 乘上 f'(x)。好，这边呢，它的微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因为我是慢慢写给你看，好，所以我们先慢慢写。f'(x) 呢，在这 cosx，g'(x) 2x。那这是我们前面学的，所以你现在把它带进来。这边是 f(x) 带到 g'(x)， 但是 g'(x) 是 2x， 所以是2。f(x) 是 sin， 所以是 sin(x) 乘上 f'(x) 是 cosx， 好，得到这个式子，所以我们得到 sin(x) 好，得到这个式子。那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 gx 带到 f'(x)，gx 是 x 平方带到 f'(x)， 所以你得到 cosine x 平方乘上 g'(x)，g' 在这里，好，这个是 sin， 这样子 ，OK， 所以是不一样的。
好，然后呢，这例子可能不太够。哇，好吧，刚好卡在中间。先写一下我要算什么。算这个微分。到期中考，像这种微分，你必须要觉得这就是你要拿分数的东西。哦，微积分有比较难的东西，但是不是这种东西。OK， 目前你觉得难，是因为你刚刚好，如果你前面不知道，从来没有学过连锁法则，目前你刚学，所以目前你觉得难。好，那到期中考的时候，照理说，照理说，你应该完完全全不需要写这些事，完全都不需要写。你大概应该是怎么样呢？你就看着它，那就把它写下答案。好，应该要这样子。OK， 那你要做这件事情，你要会什么样的武功呢？大概是这样。你心里面会有一个想法，谁要先算，谁要后算。OK， 那这个地方因为 sin x 在里面，平方在外面，所以你知道平方那个东西你要先算，因为你剥洋葱先剥外面那一层。所以呢，你就会做一个微分。那这个微分，你就会心里面就会想一个动作，把2移到前面去，然后里面那个 sin x 留着，因此你就得到这个式子。然后接下来，通常很多人会忘掉，这个忘掉比较不应该，就是连锁法则在下一步要把里面的拿出来微分，那这时候就是 cos x。好，你注意到我刚刚嘴巴这样讲的时候，完全没有动到 fg 合成什么 g 的微分，从来都没有。我心里面只想一件事情，我在剥洋葱。我剥在外面这一层，剥下来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先剥了外面这一层，再剥里面这一层，就得到这个。好，这边也一样。现在是 sin 在外面 ，x 平方在里面，所以你要先对 sin 微分 ，sin 微分是 cos， 所以呢 cos 先写，然后再把里面的东西把它写回去，然后再乘上里面那一层的微分，所以就 2x。好，我不要求你在现在或者说这礼拜就会这个东西。但是你在期中考的时候，你大概非得要这样不可，不然你会算不完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的微分。这个微分啊，如果你要慢慢剥，这个有几层呢？外面的根号有一层，1加有一层 ，cos 有一层 ，x 有一层，所以总共有4层。哦，那我在讲义上写，把它写成3层。那3层大概是这样 ，f(x) 呢等于根号 x 或者写成 x1/2，gx 等于1加上 cos x。我把这个当做一个函数，因为1加实在太简单，所以我就把它写成这样。好，所以这是3层 ，x 平方先套到这里头，再把这个套到这里头，然后你要依照我已经把它擦掉，好，依照那个三项的东西来微分。目前后面这2项的微分没问题，就这个可能你还不太熟。假设你还不太熟，你记得根号 x 的微分，是根号 x 分之1，就1/2，然后 x 1/2减1，好，大概写成这样。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因为我刚刚讲，我现在尽量不要再写成那个样子。现在有3层，我先剥最外面那一层。所以我要先把根号的这一部分先剥掉，先微分。所以这份剥掉，依照我刚刚的公式，它剥完应该是这样：2根号，应该是这样。然后这个 x 呢，就是里面那个东西你要把它摆回去，所以是1加上 cos x 平方。好，第一层剥掉。那现在我们要剥第2层，第2层是后面，就是里面这一层。这一层我把它分解成这样，那这一层的微分呢，1加的微分比较简单，是0加上，然后第2个是 cos x 平方的微分，那就跟刚刚跟这个差不多。好 ，cos 的微分是负 sin x， 所以加上负的 sin， 然后再把里面的 x 平方写回去，好，这一层结束，然后再把最里面那一层 x 平方的微分。是 2x， 好，所以答案呢，
2消掉，然后是负的 x， 这样子 ，OK， 好，大概是这样。某种意义上，你应该非常佩服你自己，好，因为在1个礼拜前，你心里面只知道要用极限来写这个式子。你现在想想看，这个极限要怎么写啊？好，这个式子你想想看，你要求极限啊，你要导数，你要用极限去算，你真的会算吗？啊，光想就晕倒。但是你现在在这些我刚刚讲的4则运算法则，好，包括连锁法则之下，你现在竟然可以处理到这么复杂的函数的导函数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前进。然后我先提醒你，我们前面曾经做过一个事情，在习题 1.11，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式子叫 f(x) 的 n 次方的微分等于 n 乘上 f(x) 的 n 减1次方乘上 f'(x)。好。那我们现在有个习题，就是请你检查这个式就是这个的应用，这就是连锁法则的应用。f(x) 跟 x 的 n 次方合成 ，x 的 n 次方在外面 ，f(x) 在里面。然后呢，你一微分以后，它就是这个式，所以这个完完全就是连锁法则而已。好，其实不需要用像我们前面用数学归纳法。所以这是一个习题，检查这件事。那我现在重点不是这个，我们当初会这个式子。以至于我们可以做下面这件事，根号 x 的平方。好，这个我们利用这个等于 x， 所以呢，我去做这个微分，这个等于1，然后这个等于2倍的根号 x 乘上根号 x 的微分，记不记得？我们利用这个式导出刚刚用到那个式子 ，OK。那我现在要你注意到一件事，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合成函数，好，其中 f(x) 是 x 平方 gx 的根号 x， 好，然后你注意到一件事，这两个函数互为反函数，好，因为它互为反函数，所以我们这边才会有 x 嘛，因为我们讲反函数就是 f(gx) 跟 g(f(x) 都等于 x 嘛。所以这边才会有 x， 所以这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提示，就是说从这个地方，照理说我们可以得到反函数，各式各样的反函数的导函数的公式 ，OK？ 那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啊，只是那时候我没有讲，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连锁法则。那我刚刚不是说我们还漏掉一些函数吗？好，现在我们要把它补回来了。所以我们下面要做的是反函数，反函数的导函数。所以我们假设我们有 f(g(x) 等于 x， 好，假设有两个函数互为反函数，那有一边已经知道，我们假设 f 知道好了，我们想要求 g(x) 的导函数。好，就是我想要求 gx 这样子，这是我的问题 ，OK？ 或者是说我要求 g 的导函数跟 f 的导函数中间的关系。所以呢，我现在利用这个式子啊，我现在看，我现在就利用这个式子，你不要利用错，哦，这个虽然也对，但这个不能拿来处理这个哦，你不信的话，你可以自己试试看。所以我们从这个式子，我们得到 f 的 gx。这样子，好，从这个式我得到下面这个式，那这个就是类似我刚刚做的这件事，完全一样，好，完全一样。所以这个等于1。那里面这个式子呢，因为连锁法则的关系，所以得到 f' gx 乘上 g' x。所以呢，你得到反函数的微分 g' x 等于 f' gx 是1，好，写成这样。这就是
反函数。如果你知道原来的函数的导函数的话，这是反函数的跟原来那个函数中间导函数的关系。好，我先把它的几何解释讲一下，我们就下课。这是第一种证法。好，第二种证法。第二种证法是这样。你记得函数跟反函数中间这两个图形是会对 y 等于 x 对称，好，所以如果你这边有一点，这边有一点，互为对称点，但是我这边要特别把这边写成 AGA， 好，假设这是 y 等于 gx， 这是 y 等于 fx， 所以其实就类似我刚刚讲那样子 ，OK。你现在把它反过来，因为我们已经讲过 y 等于 x 对称，所以这点如果是 AGA， 这点是 GAA 这样子。然后呢，它们的切线显然会对 y 等于 x 对称，因为它本身图形对 y 等于 x 对称，所以它的切线也会对 y 等于 x 对称。那我们前面曾经在第一章说明过一个事情，两条直线如果对 y 等于 x 对称，它的斜率有什么关系？好。它的斜率彼此相乘要等于1，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因此呢，我现在得到这条切线的斜率就是 G'(A)。这一点啊，在这一点，就是在这一点的切线跟在这一点的切线会对 y 等于 x 对称，因此这两个切线的斜率相乘要等于1。这一点的切线斜率是这个，这一点的切线斜率呢是 F'(GA)。好，所以这两个相乘要等于1，这个式子就是这个式子。好，这样子。OK， 所以这样你有两个好像很不一样的证法啊，但是中间其实是一样的。好，关于这个公式，有件事情我稍微写一下哈，但你不太需要记得。这个式如果用莱米兹符号，其实也可以写，而且它的写法是这样。好，它的写法就是这样，感觉非常小学，对不对？哎，小学好像没有，好，小学没有反分数，好像非常国中这样子。啊，就是分数你把它导过去。那其实这意思是说 x 跟 y 互为反函数，所以你从 x 对 y 微分，相当于从 y 对 x 微分的导数。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意思，这样子。所以你光是记这个式子，只是会让你记得中间有导数关系。但是你如果有刚刚画的图形，那个图形会对你有点帮助。总归一句就是，你整个东西要合在一起，你才能记得，才能很灵活的使用这个式子。不然有时候你还是会搞错，尤其是这个式写成这样。所以我才说，我写一写，然后我就要擦掉。只是让你看一下莱米兹符号的好处。好，那这个我已经写在这里。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应用一下新学到这个式子。好。所以我们来看 arcsine 的导函数。我先写一下我讲义上写的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你可能会看不懂那个式子。arcsine 的微分，就是 G 现在是反三角函数，所以你现在其实用的是sin。其实你用的是这个式子，那这是对的。所以你现在前面算的呢，这个我写成这样，是 sin。好，我把它写成这样。但这式子我本来以为是很清楚，不过这几年来，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不清楚。就这式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首先第一个，这个式子不是，这是绝对不是 sin。哦，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把微分打在那边呢，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是这个的话，这个已经是 x， 所以微分就是1，哪有那么好的事？那就是1。好，没有，不是这样。OK， 这个意思指的是 sin， 你把它当做一个函数，然后你去求它的导函数，所以这其实是它的导函数，然后把 arcsin 带进它的导函数，这样子。所以为了要让它写清楚一点，我把它写在这里好了。好，我知道这等于 x， 所以这个微分呢等于各自的微分，这等于1。所以这个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连锁法则。好，你把 arcsin 呢放在 sin 里头，所以你现在要微分 sin 在外层，所以 sin 的微分是什么？是 cosine x， 对不对 ？sin 的微分是 cosine， 所以就得到 cosine， 然后再带，所以乘上这个要等于1，因此我得到好，所以我得到这个式子。那这个式子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sin 的微分是 cosine， 我要把它带进去，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 cosine。好，所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不是别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真的有点搞不太清楚，你就是把这个写下来啊，直接就原理上来写啊，也很快。那到了这个位置呢，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当初在学反三角函数有特别提到，我一定要做这件事啊。当初你如果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原因就在这里。x 好，求出一个角度，然后再算它的 cosine， 看是多少。不，这个比较简单，好，这个是习题里面，不是习题，例题里面讲的，所以这就是根号1减 x 平方分之1，好，到这个式子。所以反三角函数的微分呢是一个根式，还蛮惊人的，好，完全看不出来为什么。本来不晓得会是什么，没想到是说简单，但也不是说很简单，但是比你想象的要特别，好，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 ，arccosine 的微分。这个微分其实我们不用特别算啊，因为你记得它有一个恒等式。好，因为这两个相加等于2/π，所以呢，这个等于负的，所以等于-1。好，到这个式子。那你可以稍微翻回去看一下 arcsine 跟 arccosine 的图形，哦，它的确真的是长得像这样子哦，那个图形。好，这 arcsine 的样子，你注意到它到这个负1的时候，这边会转成这样子，这边会转成这样子，而且它这个地方还会再转回去嘛，记不记得？好，所以你现在看，我们的式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正数，哦，斜率是正的。那你们现在知道斜率是正的，这没有问题。而且当 x 是1跟负1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在带1到负1的时候，它其实变成无穷大，哦，那它的意思是说它的斜率是无穷大，所以表示是在这个地方。它的切线其实是垂直的，哦，所以这个式完全是正确的。然后你也可以用同样的式去检查 arccosine 就变成这个方向，斜率会变成负的 ，OK。好，虽然原则上下面都是习题，哦，但是因为这个例子很重要，我还是把它拿出来讲。arctangent 的微分，好，千万不要以为它只是另外一个公式。arctangent 的微分在微积分里面很重要。
好，但是我们先算这边这个地方是 tangent 的微分哦，就算我不写那个 tangent， 就是 tangent plan， 但你记得它是 tangent 的微分，然后再把arctangent 带进去。tangent 的微分是什么？因为还没有到小考，所以大家都还不知道 tangent 的微分是什么。哦 ，secant 平方 x， 一定要自己算过一遍啊，不要用背了，因为没有那么多脑袋背那么多东西。好，所以这个地方是 secant 的平方，然后带进这个啊，所以其实是这个意思。就是比较清楚的写是这个意思。那这就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做第一个习题的关系啊。arctangent x 带到 secant 是什么？是根号1加 x 平方，所以它等于根号1加上 x 平方。好 ，arctangent 的微分是1加 x 平方分之1，这更了不起。哦，现在连根号都没有，完完全全就只是一个有理函数而已。哦，所以这两个在哪两个呢？就是 log x 啊，自然对数的微分是 x 分之1，跟这个 arctangent 的微分是1加 x 平方分之1。啊，这都很特别，它的微分都是没有想到的简单，这样子。好，最后面提醒一个事情 ，arcsecond 的微分。那当然，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微分是什么？好，这是 secant x， 好，乘以 tangent x。所以现在呢，你要把这个微分就等于。我干嘛把它全部写完？这是习题，好，请你检查，它的微分是，好，然后这个式子，那绝对值你如果觉得很不习惯，你就把它写成这样。因为你要记得 arcsecond 它所定义的地方啊，因为它是 secant 的导数啊，不是 secant 的反函数，所以 arcsecond 呢它的定义域是在 x 小于等于-1跟 x 大于等于1，好，所以这个需要这个条件，所以把它写下来。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你当然得要回去前面那个习题去找 ，OK。这就是你们小考啊，这就是小考，就用到你们小考的那个题目。好，所以这个是反三角函数，所以我们这边可以说我们已经处理了。好，那还有两个，这两个其实可以利用那个加起来等于2/派就得到公式。所以其实说起来，其实也就只有3个公式啊，关于反三角函数。那它的特征是它的微分呢，都是你比较没有想到的，跟三角函数一点关系都没有，哦，反而是根式啊、有理式这些东西。好，现在来讲最后一个。我们先看 e(x) 的微分，这个自然指数函数，好，那因为这个我直接这样写，这是反函数 log 跟自然对数跟自然指数互为反函数，这是它的定义，好，写成这样子，所以呢，它的微分。
等于1。然后这部分是什么？好，主要是这部分合成函数。好，谁先算？先算是1的 x 次方在里面，好，外面是 log， 所以要先对 log 微分。那因为 log 今天才刚学，啊，你可能不太熟，所以提醒你一下。我们刚刚看过 log x 微分是 x 分之1，所以呢，你现在要这个先微分，然后把 1x 带进 x 的位置 ，log 的微分是 x 分之1，所以把 1x 带进去，哦，所以得到什么？得到 1x 分之1乘上。我刚刚做的是连锁法则的第一项，好，是先求 log 的微分乘上log 的微分，把 1x 带进去，得到这个式子，然后再乘上 1x 的微分，好，我们知道它等于1，这样子。因此呢，我得到 1x 的微分等于 1x， 好，所以这个函数的微分是它自己，好，它的导函数，也就是说，它这个函数的每一点上面的切线的斜率刚好就是它自己的函数值，好，那用这样理解比较没有什么意思啊，那以后的应用上会比较重要。不过至少就这个问题本身还蛮有趣，就是有一个函数它微分就是它自己。OK， 那这个是指数函数的特质啊，以后因为这个特质而很有用。所以最后，好 ，a 的 x 的微分，它的导函数是什么？那这个其实你当然就是利用 ax 跟 log ax 互为反函数。好，那我就不导出来，因为这是习题。好，我可以把答案直接跟你讲。这答案是 OK。所以你现在可以看到，至少这是中间一个微小的理由，说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自然指数。因为你通常会的那个最常用的什么2的 x 次方微分呢，其实有一个自然对数的2乘以 2x，10的 x 次方微分有 log 10乘上10的 x， 好，就这些指数其实都要加一个自然对数，唯一干净的一个就只有当这 a 是 order 1的时候这样子，所以通常你就先记 order 1，然后其他把它当做是附带出来的。好。那这其实是习题，好，这留给你们去算。好，所以这是今天讲的，就最大的一部分。那连锁法则非常重要，好，所以你们一定就是伤害在某个时候，你们就会熟练这样子。好，我们来看这个习题，习题要注意的地方。习题 1.34， 那当然这就是练习。好 ，1.35 跟 1.38 是两群习题。我先讲一下 1.35。这个习题主要谈的是下面这个微分 f(x) 的 g(x) 次方，好，那我们已经看过两类，我们已经知道了，譬如说 x 的 r 次方，这个是这个东西的一个例子，其中呢 g(x) 是常数，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a 的 x 次方，其中 a 是常数，所以我们处理的两个例子是各自有一个是常数的时候，好，那我们现在都已经会了。但是现在写成这样，就表示说，就是最简单的一个 x 的 x 次方，你会不会做？请问它的导函数是什么？好，大概像这样的问题。那这个记法，这个计算是这样子。你可以这样写，好，就是还是我先写好了。
因为第一个你要先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好吧？但原则上你是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你把 x 带进去，然后各个得到两个数去算指数，那当然是就是这样，好。但是我现在为了要算它的微分，啊，我得把它写成一个比较清楚的样子。好，我把它写成这样子。那这个地方是因为，第一个对数率我可以把 gx 写到里头去，然后跟 log 互为反函数，所以你对消以后就变成这个式子。好，所以你得到这个式子。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算它的微分。好，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式。所以你要会算这个微分，这看起来有点头大，对不对？但是你要记得，这个目前为止你其实应该都要会算。OK， 那你如果觉得有点复杂，好，我先把它写下来。其实这个函数是这样，你如果令大 EX 等于1的 x 次方，好，你令大 fx 等于 gx 乘上 log fx， 那这个函数其实是1的合成函数，所以这个是连锁法则。好，就是我现在要算这个微分，它其实只是连锁法则，所以你要先算，就是我现在写的这个式，就这个式子哦，好，就这个式子。所以你要算它的微分，其实是1 prime， 然后带 fx 乘上 f prime x。好，那大 EX 就是1的 x 次方啦，所以1 prime x， 我们刚刚才写，完全没变，因为它就是欧拉1的指数函数，所以1的微分就是 1x， 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把这个大 fx 带进去。啊，就是这个式，但因为1 prime， 也就是说1 prime 就等于1，所以这个式子呢等于大1 fx， 这样子，好，因为，好，我们不见得要写成这么啰嗦的样子，但是就是这没有办法，因为有些人很快可以知道那样写就是对的。但是有些人要稍微先看到这个式，才比较有把握，说我在算到底在算什么东西。好，所以我把这边我把它抄过去，这个就是我要算的东西，它的微分，然后呢，它事实上等于这个式，所以我们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微分，第一个，它得到1的 gx log fx。乘上，好，这一项就是我刚刚写的1的 fx， 因为它完全没有动。然后再过来是这一项的微分，这一项的微分是 g prime x， 就是幂次的微分，好，就是这项的微分。这项的微分是 gx， 好，这个是莱布尼兹法则加上 gx 乘上 log fx 的微分。那这个我们刚刚在算 EX 的微分的时候，有稍微用到这边。你要这边 log 里面如果有一个函数，它的微分就是把那个移到下面去，因为它要带进去，然后再乘上那个函数的微分，所以我把它写下来。log fx 的微分就是 fx 带到分母去，因为它是 x 分之1，然后再乘上 f prime x。得到这个式子，看起来非常难背，对不对？完全放弃想要背的样子。不过我下面要说明，它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的，如果你要背，也不是真的那么难背。因为第一个，这个式就是它，所以等于乘上 g prime x log fx。好，写成这样子。你要背这式也可以哦，好，但是我要把它整理一下。第一个，
这个地方这边有个 f(x) 跟这边 f(x) 可以对消。OK。你注意一下这个式的样子，至少这个样子应该有点熟吧？哦，事实上，有很多人在期中考碰到这个不会做的时候，他至少会做这件事，他就真的就这样做，因为他唯一记得的就是 x 的 r 次方微分，就把 r 拿到前面去，然后把那个幂次减1。你现在看，的确是这样哦。f(x) 的 g(x) 次方，我把 g(x) 拿到前面去，然后 g(x) 减1，所以这部分并不是一个没有什么道理的公式。我现在要跟你讲，那这边这个公式是什么？这公式就是我刚刚在这边写的，这样，就是有个东西的微分是 log a 乘上 a 的 x 次方，所以它的确等于刚刚那个公式的样子 ，OK。所以这样写起来的话，它也不是那么的难背，因为其实简单的说起来，它就是综合两个东西的结果。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想成是一个广义的莱米兹法则。莱米兹法则你可以想成是说有两个函数，然后它中间的关系，比如说相乘的时候，微分的它就先微某一个，然后另外一个留着不动。现在这情况其实也是，这情况有点像 f(x) 的 g(x) 次方，然后你微分的时候，你如果把f(x) 想成是变数，然后 g(x) 想成不动，就是说把这个想成是变数，这个想成是常数的时候，你得到的事情就是 f(x) 减1，然后再乘上，因为 f(x) 是变数，所以它要乘上 f'(x)， 好，这连锁法则。然后这边呢是把 f(x) 想成好像是常数，然后 g(x) 想成是变数，因此去做微分的时候呢，就得到指数函数的微分法则，然后把变数的部分再做微分，那这是因为连锁法则，所以它是一个莱米兹法则跟连锁法则合起来以后所得到的式子。那你当然可以检查，譬如说 x 的 n 次方，你现在可以带进去啊，那这个当然是对的，因为 x 盘微分啊，它有这个式子，然后这部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那个 g(x) 这边是常数。常数微分等于0，所以前面这边你可以写 log x 乘 x 的 n 次方，但是重点是这边是 n' 微分，所以这是0，加上 n 乘上 x 的 n 减1，然后 f 是 x 微分是1，好，所以这是你平常得到的公式，这就是 n 乘上 x， 好，完全没有错，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越来越知道。那另外就给你自己去带了，好，你可以自己检查。所以突然之间，有点一文不值的感觉，这样子，因为这表示说，你只要记得 x(n) 次方跟 ax 的公式，你大致上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凑出来 ，OK。那至于你要怎么做，我没有一定要规定你怎么做啊，你要背这个公式也可以，不背也可以，你可以慢慢做，你甚至可以只记得这件事，那到时候慢慢做，所以我们只讲。关于这个，我们只讲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就讲这个例子。这例子比较简单，因为这例子的微分都是1，就是它不管是底还是幂次，微分都是1。所以第一个。把这个想成，把下面底想成是常数，所以得到指数函数的微分的样子，乘上 x 的 prime， 加上把上面想成是常数，所以得到 x 乘上 x 的 x 减1，乘上 x 的 prime， 所以写下来就变成 log x 乘上 x 的 x 次方，加上这部分 x 乘进去还是 x 的 x 次方，后面还是1。所以答案是1加上 log x， 好，这就是它的结果，这样子。对不起，我已经把最简单的做掉了。
我是说两边都是函数，所以再过来期中考就会稍微复杂一点点这样子。那这个式子有一个虽然有点赖皮的结果哦，就是从这个地方你可以定义，我把它写在什么地方？因为这只是一个 remark。以前有讲过 x 的根号2次方微分是什么？好，那当然因为你从前面的公式没有办法，但到这个地方已经可以了，因为它直接可以写成1的根号2 log x， 所以利用刚刚的式子，因此 x 的根号2的微分，依照这个公式，哦，事实上就是它根号2乘上 x 的根号2减1，这样子。所以到这个地方，所有的指数 x 的阿尔法次方的指数全部都是一样的公式。好，从这一开头我们是从整数开始，然后到有理数，好，到根式，啊，不对，这是有理数，然后现在变成到实数，现在变成这样子，全部都是对的。好，这个是1至35的这个系列，哦，从1.35到1.37谈的都是这件事。然后我们现在再看习题1.38，这是另外一个系列。这个东西叫对数微分。那对数微分你要记得第一件事情是这个 log f(x)。好，请你们务必以后要记得这个事，因为这个还蛮好用。好，然后他说你现在如果考虑有一个 f(x)， 好吧，我这样写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先来看习题1.39的第一题，好，我把它抄下来。我现在要做这个东西的微分，假设你真的有念书，啊，那你现在应该非常的担忧。如果你没有念书是无所谓，啊，因为你完全看不出来中间担忧什么。这个微分啊很大，对不对？你光是想那个 f(x) 除以 g(x) 的公式，然后这里面还要再去除，这边拆开，那边乘起来，全部混在一起，光这个式就非常非常的大。那所谓对数微分，我就用这个例子讲给你看。好，它说这东西要怎么做呢？说不定我还是这样写比较简单。所以我现在要写的是，我要处理像这一类的东西，这类的函数呢，它有个特征，它可以写成 f1 的 m1 次方 ，f2x 的 m2 次方，啊，增成 fkx。好，是函数的次方相乘，这个其实是那个样子哦。我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x 减1的3次方 ，x 平方加 x 加1的1/2次方 ，x 加1的负5次方，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一样。好，其实它虽然看起来很复杂，但它的形式上是这个样子。那所谓对数微分，哦，我用这个来写反而比较简单。用例子写反而比较看不出来。第一个，先取对数。那因为这个乘法啊，在对数之下有很好的规则。把它写成这样子。
因此呢，我现在可以两边一起微分，所以这个地方得到 f' x 除以 f(x) 等于 m1 f1 的 x 微分除以 f1 的 x 加上 m2 f' x。好，得到像这样的式子。那你还记得你要算的是这个 f' x， 所以你就把它乘过去，所以它等于这个式子乘上 f(x)。好，得到这个式子。好了，这就是对数微分的公式。好，那我用这个来写一下，可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所以依照这个公式，它的微分是这样。这个要等于，我把它写在这里哈。我先把这个重新写一遍。好，这个是 f(x) 自己，然后乘上后面那个。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这个例子里面都很好算。我们来看3，所以3先拿出来，乘上 x 减1的微分是1，除以 x 减1，加上1/2微分2x 加1除以 x 平方加x 加1，加上-5。乘上1 x 加1，这样子。好，所以刚刚那个式子的微分就是这个式子。你可能多多少少有点被骗的感觉，好，因为你没有真的乘进去嘛，因为乘进去以后还是很复杂。但是你不要忘了，因为那个公式微分本来就很复杂，你怎么可能写出一个很简单的结果呢？哦，那现在这个地方是说，它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路径，怎么样把那个很复杂的东西给一个清楚的写法。那你注意到它前面的写法都只牵涉到它的幂次，以及它的分子是它的函数的微分，然后你把原来函数写在下面。那你要不要乘进去都无所谓，因为至少你这样写的时候，整个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不再是你在那边写那个 f(x) 除以 g(x) 的公式算来算去写成乱七八糟一团的样子。OK， 所以差别仍然很大。虽然它有一点骗你，但是不是完全骗，这样子。因为不要忘了，这个式本来就很复杂，能够写得这么清楚，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好处。OK， 好，那这就是对数微分，这个在里面有练习。这节的习题真很重要。这节的习题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习题。好，因为位置不够，我要借一点。我先讲这个习题要讲什么。如果你有个函数，但是这个函数有参数式，也就是说呢 ，yt 等于 f(xt)， 这是参数式的意思。那这个题目是要说，如果 xt0 等于 a，yt0 等于 fa， 好，我稍微画一下好了。你有个函数，在这一点，这个是 x 等于 a， 但是你如果用参数式描述的时候，这一点把它写成 xt0，yt0， 所以这点同时也就是 afa。好，这是用两种看法。同一个图形，当你写成函数图形的时候呢，它在这一点写成 afa， 但是你如果想成是参数式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对应起来，然后想这一点是 xt0，yt0。那我们这边要讲的是，
F'(A)， 好，因为我们的重点都要算变化率。那现在问题是你这个问题有2种呈现的方式，一个是函数，一个是参数式，所以中间这个变化率应该有2种写法。现在就是要把这2个写法搞清楚。这个写法是用函数的写法，那你现在如果用参数式来写的话，它会等于 y'(T0) 除以 x'(T0)。好，这是最终这个习题要证明的事情。这样子 ，OK。那你可以想见哦，这个习题本身倒不是我们的重要的地方，因为有了这个之后，你现在反过来是说，随便给你一个参数式，描写一条曲线，这个曲线不见得是函数曲线的时候呢，你只要给定某一个点，你还是可以算那点的切线。哦，因为你有这个公式，因为在这个地方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切线斜率，你有2种表示方式，如果你用函数写，我可以写成这样。我用参数式写成这样，好，其实这是这一题的重点，这样子。那这个说明有2个说明方式，第一个说明方式是我们前面讲的，当你用参数式表示的时候，它的切线方向，好，这个切线方向跟 x'(T) 它是同向，哦，这在我们前面第1章的习题里面有提过。不是第1章，就在一开头的第1节后面的习题，就我给你一个参数式，我现在要考虑它的切线方向，这个切线方向其实跟 x'(T、y'(T) 是同向，因此我就可以用这个东西写出它的斜率，那其实写起来就是这个 ，OK， 这是第一个写法，因为方向你把那个 y 的分量除以 x 分量就是斜率这样子。第2个做法。第2个做法呢，对后面比较有用，因为上面这个做法只能做到这一步，但后面这个做法呢，会牵涉后面的问题，那这个做法是用连锁法则，也就是用我刚刚写的这个式子，好，我把这个做法写一下，因为它满足这个式子，所以呢，你现在同时对 t 微分。注意啊，你把它带进去，这个 y(T) 这个已经全部都变成 t 的函数，所以你微分是对 t 啊。那这个微分当然这就等于 y'(T)， 这个就要连锁法则，所以这是 f'(xt) 乘以 x'(T)， 所以你得到 f'(xt) 等于 y'(T)。好，就无论如何，你从连锁法则就得到这个式子，然后你再带 t 等于 t0， 你就得到 f'， 因为 xt0 就是 a， 这就是 y'(T0 除以 x'(T0， 这样，这就是前面那个式子 ，OK。那这个方法很重要，因为它不是外在的用几何的方式拼命去说明为什么这是应该是对的。而是它用内在的方式去把中间的关系把它写出来啊，因为参数式跟函数，如果它能够描述一个函数曲线，这2个中间它有个内在的关系，那个内在关系就是这个式子。因此你要做微分的时候，你就是当然就一定要是这样子 ，OK。那你如果不是很确定这边在说什么 ，OK， 你可以去看，譬如说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1的例子啊。其中 y 等于根号1减的 x 平方，然后你带 cosine t，sin t， 好，这就是我现在讲的函数的例子，这就是我参数式的例子，然后这个等式就是 sin t 等于根号1减掉 cosine t， 在我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式子就是我刚刚写的 yt 等于 f(xt)， 就是这个式子，好，然后我刚刚要做的就是这个微分。这个微分这样子，那其实就是这个式子 ，OK。当然我写到这样，你会说这2个式子本来就相等微分，但重点是，当它解释成这样，中间有个东西，它会把那个就是斜率给它带出来 ，OK。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让你知道说我想写这个大致上是什么意思啊。你如果需要一个实际的例子，你可以想这个例子。
好，这是这一节的习题。